嗨，大家好，我是蜘蛛侠 Emily。你想去哪个国家游学呢？如果你想学西语的话，西班牙是你的最佳选择哦。西班牙天气艳阳高照，西班牙人也非常奔放热情。今天影片就是要让你更深入了解西班牙，那我们就一起去看下去吧。西班牙是位于欧洲西南部的君主立宪国家，首都为马德里，而大家熟知的巴塞隆纳则是西班牙的最大城市。西班牙的面积大概是14个台湾大，如果以国土面积去算的话，为欧盟的第2大国；以人口算的话，则是欧盟第4大国。西班牙全国划分成17个自治区，总人口大概是4700万人，全球大约有5亿人在使用西班牙语。那这也让西班牙文成为全世界第3大的语言。除了西班牙语为西班牙的官方语言之外，在西班牙境内还有其他3种地区性的方言。在巴塞隆纳跟瓦伦西亚，除了西班牙语之外，你还可以听到加泰隆尼亚语；而在东北部的巴斯克区，你可以听到巴斯克语。那在西北部的加利西亚地区，你可以听到加利西亚语。那这些语言就有点像台湾的中文、客语还有台语一样。西班牙的移民人口约为485万人，那其中以摩洛哥人为最大的移民族群，其次为罗马尼亚、英国还有中国。在西班牙主要信奉的宗教为天主教，有85%的人口皆信奉天主教。那每周日各地的居民还是维持望弥撒的习俗，其他活动如受洗、结婚或者是丧礼，这些都跟宗教密不可分。从台湾到西班牙是没有直飞的航班的，必须至伊斯坦堡、新加坡、杜拜或者是其他西欧国家转机，航程大约是17到20个小时左右。那西班牙的时间比台湾慢7个小时，那如果是3到10月的话，则是比台湾慢8个小时哦。西班牙的气候非常特别，会根据不同的地形、地区而有所不同。西班牙的南部跟东部气候宜人，夏天干燥，冬季温和；中部地区夏季干燥炎热，冬天非常寒冷；而北部地区则是气候最宜人的地方，冬暖夏凉。额外小提醒一下，因为西班牙的夏季会特别的炎热，如果你不喜欢炎热的天气，建议可以在春季或者是秋季的时候旅行，气候最为宜人温和哦。那在西班牙的话，使用的是欧元。那如果我们是以我们常见的城市马德里还有巴塞隆纳的物价来比较的话，一杯咖啡价格大概是2.4块欧元，麦当劳套餐大概是10到12欧元。那如果是去外面餐厅吃饭的话，一餐大概是15到30欧元，但这会根据餐厅的高级程度而有所不同。在西班牙是没有强制一定要给小费的。那如果你非常满意餐厅的服务，你也可以给一餐的10到20%左右。我们这里建议，如果你即使是用信用卡付款，也是以零钱作为小费，这样才可以直接回馈给服务生哦。那如果你想要租房子的话，在市中心1个月大概是1300块欧元，那在郊区的话大概是950块欧元。那由于以上我们比喻的2个城市马德里跟巴塞隆纳都是西班牙最大最知名的观光城市，消费也会相对比其他城市高一些。如果是其他比较小的城市，例如马拉加、瓦伦西亚或者是萨拉曼卡，这些城市的物价大概是马德里或巴塞隆纳打8到9折左右。所以如果是有预算上考量，学生可以选择去比较小的城市哦。那在西班牙如果要搭一趟公车或者是火车的话，一趟大概是1.5欧元左右。那如果是要买月票的话，在马德里的月票会比其他的城市贵蛮多的。在马德里的交通月票1个月大概是52欧元，那其他小城市的话大概是23到30欧元左右。最后就是大家最好奇的游学费用了，在西班牙1个月的学费以及住宿费大概是7到8万台币左右，但这也会依据你所选的城市、课程、学校、住宿而有所不同。西班牙最具特色且举世闻名的就是斗牛。其实，在3到10月左右，每周几乎都会有斗牛比赛。但其实斗牛是一项非常危险的运动，在蛮多自治区目前都已经禁止这项活动喽。那运动方面，西班牙人喜好各种运动，尤其是足球。每次到了有足球赛的时候，各大酒吧的电视前面都会挤满观众。足球的彩票也是非常的热门。那除了足球之外，西班牙人在其他的项目也是常胜军哦。例如赛车、网球、自行车、篮球、赛马或者是滑雪，都是他们非常喜爱的运动哦。西班牙各式各样奇形怪状建筑也是西班牙特色之一。在过去19到20世纪，加泰隆尼亚现代主义席卷整个西班牙，其中知名的建筑物有高地的米拉之家、奎尔公园、莫他内的加泰隆尼亚音乐公园、莫雷拉之家。西班牙在不同的地区也有不一样的饮食文化。例如在西班牙北部就非常喜欢吃海鲜，许多的鱼类、贝类、虾类等，知名的西班牙海鲜炖饭就是从这里而来。
西班牙中部的料理是以肉类为主，例如香肠、火腿或者是乳酪。他们盛行烤肉，著名的美食有用柴烤的各种肉类。那西班牙南部则是以炸式料理为主，知名的菜有蔬菜冷汤或者是炸鱼。那西班牙人他们大多的午休时间都是从2点开始，而且午餐一吃就要吃2个小时。在这段时间，许多餐厅都会直接关门，甚至连知名连锁餐厅都会铁门拉一半。到了下午4点左右，大家才会陆续回到工作岗位。那也有可能是因为午餐吃得晚，所以他们的晚餐有时候甚至到了深夜才会用餐。这可能也是西班牙人为什么夜生活这么丰富的原因了。那如果你是持台湾护照的话，在申根国家内停留90天都是不需要任何签证的，所以进入西班牙90天内都是不需要办理任何文件的。那如果你是要游学超过90天的话，则会需要办理学生签证。学生签证费用大概是3000元台币，会需要的文件也比较多。但如果你是持学生签证的话，你额外还可以半工半读1周20个小时哦。那我们额外在这里补充一些比较热门的游学城市。以下3个城市是比较多语言学校分布的地方。马德里位于西班牙的正中央，整体城市规模比较小。巴塞隆纳位于西班牙的东部，它靠海边，也有比较多的博物馆、特色建筑、文艺活动等。如果只是来巴塞隆纳观光的话，建议会需要停留2到3天的时间哦。瓦伦西亚位于西班牙的东南部，建筑物是统一的白色建筑，虽然整齐，但又有种悠闲慢步调的城市感。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都可以到自助家游学网逛逛哦。那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请帮我们按赞、订阅、加分享哦。那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